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欢迎订阅点赞。真正具备宏大格局的人，常常拥有广阔的心胸，坦荡而不受拘束，能够经受各种考验。只有那些能够包容他人、明理忍让的人，才能真正展现出人格的魅力，同时也会更快乐的生活。相较之下，那些总是夸夸其谈，过分强调自己的宽容与伟业，反而显得狭隘、过分自恋。真正具备宏大格局的人，通常不会将其展现于外，他们倾向于保持沉默，不会过于焦躁和表露情感。无论面临何种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并积极寻求改善不利局面。当他人发表异议时，能包容而非争论。即使你表现再出色，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即便是大善人，也会有人对其挑剔指责，尤其是那些未受其恩惠的人，可能会在背后妄议，感觉被忽视。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别人的指责，可能会卷入争吵中，试图阻止别人的言论。然而，往往越是如此，别人反而会变本加厉，喜欢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模样。宏大格局的人总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言辞，他们倾听，不随意反驳，因为他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恶意重伤只会揭示别人的恶意，谣言是虚假的，也只是一时烦恼。如果能轻松忘怀，心灵将会更宽广。在他人挑剔时，最好的方式是保持冷静，不轻易表露内心，也不与他人争吵。这样，生活将更加轻松，心胸将更加宽广，而那些言过于甚的人会感到无足轻重。2. 观察社会而不妄下评论。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说，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那些拥有宽广心胸的人总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倾听他人言辞而不轻言评论。他们聆听并默默了解，而不是草率评价。例如，我的朋友张达担任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助理，在一次人事调整中，尽管他应该被晋升为副总经理，却因某种阴谋未能成功，反而被调往人事部担任办公室主任。虽然许多同事对此感到不满，建议他向总经理寻求解释，但张达选择了不介入争议。他说，我年过40，担任人事部主任意味着更为轻松的工作。较少的工作压力意味着我可以按时下班，还能够用业余时间锻炼身体和学习英语。尽管薪水较低，但与员工相比，我的薪酬已经相当高了。张达的积极心态和自信让他在生活中处理低谷的情况时表现得很镇定，不像一个职位降级的人。他通过保持平静、积极生活，充实自己的时间，再次崛起。拥有宏大格局的人不仅能够容忍他人，还能够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和苦难。他们能够镇定地面对逆境，甚至将其视为新的起点，将所有痛苦收藏在心底。3. 面对人生起伏，默默前行而非抱怨。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些总是抱怨的人通常无法承受压力，而真正宏大格局的人能够忍受痛苦，默默前行，不让他人察觉到他们的努力，却能够崛起。我的朋友周泽，初中毕业后前往南昌打工，之后在当地经营一家小酒店，起初赚取数百万元。然而，由于房地产投资失败，他背负了200多万元的债务，不得不将酒店卖掉。为了躲避债务，他与家人返回故乡。周泽回到家乡后，很少提及债务问题，我直到去年才听说他的债务状况。如今，周泽创建了一家建筑公司，专门承包护坡和土方工程，每年赚取数十万元。他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起伏，我将债务视为一次考验。再过2年，我就能偿还所有债务，这不是什么大事。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的表情平静，根本不像一个背负债务的人。具备宏大格局的人不仅包容他人，还包容生活中的不完美和苦难。他们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得镇定，甚至能够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他们默默努力，一直在寻求自我提升。4. 具备屈能伸，适应不同情境的能力，坦然面对人生波折。
我的朋友阿伟担任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然而，在一次人事调整中，尽管他本应被晋升为副总经理，却被安排到人事部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一降职引起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他们建议阿伟与总经理交涉，但阿伟选择了不参与争议。他说，我已经年过40，担任人事部主任意味着更为轻松的工作，较少的工作压力让我每天能够按时下班，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和学习英语。尽管薪水较低，但与员工相比，我的薪酬已经相当高了。阿伟的积极心态和自信让他在应对职位降级时表现得非常镇定，不像一个失落的人。他主动与外国客户交涉，签署了一份数百万的合同，从而获得了数万的奖金，并被提升为销售部副总经理。生活中的起伏不可避免，拥有宏大格局的人不会因降职而抱怨，而是视之为新的机遇。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应对各种情况，积极追求进步。古语云，宁静致远。这提醒我们要放大格局，要懂得忍让，默默前行，包容一切，以沉静中崭露头角。